丽莎是一位既幸运又不幸的年轻女性。幸运的是，她出生在富贵家庭，早年享尽了无尽的优待；而不幸的是，她又经历了一系列磨难和生活的艰苦。在这种好坏交错的命运起伏中，丽莎步入了中年，并获得了一个改变后半生的机会。然而，也就在这时，她却突然失踪了。案发后，警方和家人一致认为丽莎的失踪只是离家出走，但真相到底如此，需要等待14年才能揭晓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雄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拉瑟格伦。该地区位于弗吉尼亚州东北部，距离州府里士满大约30英里，人口约为2万人，是卡罗琳县的一个非建制社区。主人公丽莎于1964年出生在新泽西州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。她的父亲约瑟夫是当地知名的企业家，主要经营连锁美容院和化妆品等相关生意。得益于父亲的财富，丽莎从小就过着公主般的生活。她有2个专职保姆照顾起居，住的是宽敞的独栋别墅，乘坐的是最新款的劳斯莱斯。我们坐的都是 Benz， 都是 Rolls Royce， 你坐马自达，怪不得你塞车。可以说，丽莎早年享尽了无尽的优待，生活就像童话般令人羡慕。然而俗话说，人生无常，世事难料。丽莎的富贵生活并未一直持续，而是呈现了高开低走的态势，其中的原因主要与她要强的性格有关。大约在8岁那年，丽莎的父母因为种种原因结束了婚姻。原本这也没有影响丽莎已有的生活，但后来由于不满父亲有了新的伴侣，丽莎在13岁那年主动与父亲约瑟夫断绝了关系，这导致她的生活质量一下从天上掉到了地下。除了物质生活的改变，丽莎在不久后又经历了身体创伤。大约在14岁那年，一场车祸让她失去了牙齿，脸颊也留下了一道很深的伤疤。因为面部毁容，丽莎失去了原来的自信，后来为了减少出门，甚至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。不过好在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太长时间，大约沉寂了2年后，丽莎走出了内心的阴影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1985年，时年20岁的丽莎离开家乡，前往了佛罗里达州。为了养活自己，她改掉了往日养尊处优的习惯，并在当地一家汽修厂找了份保洁的工作。也就是在这段时间，丽莎与自己的老板吉姆成为了恋人。1986年，丽莎与吉姆在佛州登记结婚，同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名叫莉亚。一开始夫妻2人都对未来充满希望，但随着他们的女儿被诊断出患有无法根治的先天性疾病，丽莎与吉姆很快因为女儿的疾病陷入了财务危机。虽说吉姆大小也是个老板，但在这种需要长期治疗且费用昂贵的疾病面前，吉姆的财力根本无法应对。所以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，吉姆沾染了吸食违禁品的不良嗜好，这导致2人的婚姻彻底走向终结。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，丽莎充分体会了生活的艰苦，因此想起了多年没有联系的富豪父亲。于是为了身患疾病的女儿莉亚，丽莎放下所谓的面子，找到了父亲约瑟夫求助。实际上约瑟夫从未责怪丽莎，所以当听到丽莎的处境后，约瑟夫很快伸出援手，不仅愿意承担莉亚的所有医疗费用，还愿意像往常一样无条件资助丽莎。不过丽莎最终谢绝了父亲的好意，因为她的性格比较要强，不想在父亲的庇护下享受生活，只需要父亲帮忙暂时渡过难关。至于接下来的打算，丽莎准备先完成大学学业，然后再找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早日靠自己承担起母亲的责任。1991年，离婚5年后，丽莎带着女儿莉亚搬到了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。这次搬家主要有2个原因，一方面丽莎被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录取，需要在这里完成大学学业，而另一方面里士满拥有更优质的医疗资源，可以更好地治疗女儿莉亚的疾病。但让丽莎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次搬家还收获了爱情。不久后，她就认识了第2任丈夫劳伦斯。劳伦斯与丽莎一样，都来自新泽西州，但不同的是，他的成长环境十分糟糕，早年一直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。
据知情者透露，劳伦斯的母亲是一名战机女郎，而父亲则是母亲的其中一位顾客，所以劳伦斯的出生完全是个意外，当然父亲也不会在乎他的存在。不过即便如此，劳伦斯也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希望。尽管早年他一直生活在社会边缘，但却没有沾染不良嗜好，而且成年后也在努力为了工作打拼，所以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吸引了丽莎，两人就这样确立了恋爱关系。1993年11月，同居2年后，丽莎与劳伦斯生下了女儿谢尔比。半年后的1994年，两人登记结婚，成为了合法夫妻。对于当时的丽莎来说，这年无疑是充满挑战的一年，究其原因，主要还是经济问题。由于丽莎在结婚时刚刚大学毕业，并且还要照顾2个年幼的孩子，因此也就没有办法外出工作。而作为丈夫的劳伦斯，工作能力又十分有限，很难应对一家4口的开销，这就导致两人婚后的生活非常窘迫，经常因为缺钱发生争吵。眼看婚姻即将出现问题，最后没有办法，丽莎在1994年年底将大女儿莉亚送到了母亲身边，然后毅然决然地加入了美国陆军，成为了一名军人。丽莎之所以这样做，主要有2个原因，一个是想通过暂时离开劳伦斯修复两人之间的关系，另一个是劳伦斯赚钱能力太差，丽莎想在军队谋求一份稳定的工作。事实证明，丽莎的选择非常正确。通过为期半年的新兵训练，丽莎以十分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到军官培训学校深造的机会，也就是接下来她只需要通过军校的课程和考核，就可以直接晋升为军官，未来将有非常不错的发展。然而可惜的是，丽莎错过了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，新兵训练结束后，她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1995年1月28日，这一天是周六，也是丽莎应该到军官学校报到的日子。然而不知何故，直到这天下午，丽莎也没有出现。等待了1天后，军官学校将这一情况通知了劳伦斯，随后劳伦斯前往警局报告了丽莎失踪的消息。根据劳伦斯报案时所说，丽莎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月27日，也就是发现失踪的前一天。那天上午，丽莎将女儿谢尔比委托给了保姆，下午又在家收拾了所需的行李。一切准备妥当后，劳伦斯在晚上6点左右将丽莎送到了李士满的巴士车站。由于丽莎要乘坐巴士前往军官学校所在的力宝市，于是两人就此分开，之后再也没有联系。此外，劳伦斯还向警方提供了一些线索，例如目前他们家遇到的经济问题，以及丽莎之前的感情经历。总之，劳伦斯并不担心丽莎的失踪情况，因为在多年前，丽莎就曾以同样的方式离开过丈夫，所以劳伦斯认为丽莎没有去军官学校，可能是故意为之，目的是为了摆脱负债累累的家庭，重新开始生活。警方核实了劳伦斯的说法，联系了丽莎的父亲和母亲，两人的答复是丽莎确实有可能离家出走，给出的理由也与劳伦斯的说法大致相同。不过即便如此，警方也没有轻易下定结论。接下来他们又前往了丽莎和劳伦斯的住所，结果没想到两人家中还住着一位年轻的租客。这名租客化名安娜，是个只有14岁的小女孩。见到这种情况，警方首先将安娜带到一旁，询问了家中最近的状况。根据安娜所说，平时她与劳伦斯和丽莎住在不同的区域，所以对两人之间的事情不是特别清楚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丽莎失踪前家中没有出现过异常情况，也没有发生不和谐的事情。听完房客安娜的陈述，警方基本打消了怀疑，尤其在后面的检查中，他们又找到了一封丽莎写给情郎的情书，这下更加坐实了丽莎只是离家出走，因此本案也就失去了继续调查的必要性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关于寻找丽莎的工作全部陷入停滞，而劳伦斯也恢复了往日的生活。然而也就在这个时间节点，丽莎的前夫吉姆突然搬到了劳伦斯的住所，两人同住了大约半个多月，并且同时申请了各自孩子的监护权。正常来说，这种不太常见的情况应该会引起怀疑，但由于当时警方已经停止调查，加上所属的县警局警力十分有限，
所以尽管他们知道这一情况，但也没有特别在意。不过没过多久，警方就接到了丽莎父母的来电，这次他们改变了之前的看法，认为丽莎失踪并不是离家出走，更像是发生了意外。首先，丽莎在过去的1个多月从未联系家人，也没有看望过患病的女儿莉亚，这种情况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。其次，劳伦斯在事发后很快变更了电话号码，并不再愿意分享谢尔比的监护权，这也引起了丽莎父母的怀疑。所以基于上述原因，丽莎的父母希望警方重新调查，特别是对丽莎的丈夫劳伦斯和前夫吉姆。一开始警方确实采取了行动，第一时间前往了劳伦斯的住所，但此时已经为时已晚，丽莎的前夫吉姆已经离开弗吉尼亚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而丽莎的丈夫劳伦斯最初表示愿意配合，并同意接受警方提出的测谎，但真到了约定的测谎时间，劳伦斯又以生病作为借口拒绝了测谎。就这样来回拉扯了1个多月后，劳伦斯在某天晚上偷偷带着女儿谢尔比离开了卡罗梅县，从此便失去了所有音讯。很明显，劳伦斯的行为十分可疑，而丽莎的失踪也应该引起注意，但无奈当地警局始终没有处理，这导致丽莎的父亲约瑟夫产生了很大不满。为了积极推动案件调查，约瑟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一方面，他花费重金聘请了私家侦探搜集有力的证据，另一方面也在积极游说更高一级的州警部门。经过近2年的不懈努力，终于在1997年，弗吉尼亚州警局受理了丽莎的失踪案。相比于之前的县警局，州警局的警探拥有更加丰富的办案经验，他们第一步就先把本案的性质从失踪变成了谋杀。依据是丽莎在过去2年中没有任何生活迹象，认定她已经推定死亡。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，凶案调查可以申请更多的资源和经费，对破案能起到比较关键的作用。调查的第一步，警方首先查阅了当年的办案材料，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办案材料，就是劳伦斯在报案时留下的笔录，但也就是这份笔录里面就隐藏着很多问题。首先，劳伦斯声称丽莎在失踪前把女儿谢尔比委托给了保姆，而这位保姆是谁，他却没有交代，所以这一点比较可疑。其次，劳伦斯还提到了里士满的巴士车站，并声称丽莎要从里士满乘坐巴士前往军校所在的利堡市，但实际上当年的里士满巴士车站还没有开通去往利堡市的线路，这意味着丽莎不可能乘坐巴士离开，也就证明了劳伦斯没有如实交代。基于上述发现，警方更加确信了劳伦斯具有作案嫌疑。不过想要找到他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因为当时劳伦斯已经失去所有生活迹象，既没有银行活动，也没有联系家人或者朋友，所以警方根本无从查起。直到又过了5年后，一家比较权威的媒体报道了丽莎的案子，警方这才得到了有关线索。根据一位热心观众提供的地址，警方在弗吉尼亚哈里森堡找到了一名与劳伦斯非常相似的男子。尽管这名男子自称名叫兰迪，并且也出示了真实的证件，但警方一眼就认出了他身上的独特纹身。面对这种情况，自称兰迪的男子也不再继续狡辩，很快承认兰迪是他盗用的身份，而真实身份正是劳伦斯。2002年6月14日，事发7年后，警方终于抓获了本案的最大嫌犯劳伦斯。不过逮捕他的罪名不是谋杀，而是盗用身份。因为当时警方还没有掌握谋杀的证据，而劳伦斯也没有承认罪行，因此本案还需要继续调查。下一个需要追踪的嫌犯，也就是丽莎的前夫吉姆。警方之所以怀疑吉姆，主要是他在案发后曾与劳伦斯同住了半个多月，而且2人还同时申请了孩子的监护权，这让吉姆看上去像是劳伦斯的同犯。然而想要找到吉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因为自从案发后他就已经消失不见，不然警方也不可能现在才开始调查。这个过程大约又花费了数月时间，最后根据各种琐碎的线索，警方在佛州流浪汉聚集区找到了在外流浪的吉姆。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，吉姆不仅不是同犯，反而是掌握证据的关键证人。这一切还要从案发前的一通电话开始说起。Lisa run off.
left both her children. Said he wanted me to have my child. And I knew something was wrong. I knew him trying to befriend me like that, something was wrong. That was a few weeks after she had disappeared. And so I started recording everything and keeping logs and everything. If something did happen, then I would be a prime suspect. I'm the ex-husband. So obviously,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y know what happened, so I'm not found, you know what I mean? 根据吉姆所说，劳伦斯在报案的前一天就向吉姆告知了丽莎的失踪，时间是在1月27日，也就是劳伦斯自称送丽莎去巴士车站的那天。当天晚上，劳伦斯给吉姆打了一通电话，大致的内容是丽莎抛弃了家庭和2个孩子，劳伦斯想与吉姆一起联合报复丽莎，而报复的方式就是他们共同申请各自孩子的监护权。由于吉姆与劳伦斯平时没有任何交集，所以这通电话引起了吉姆的怀疑。当时他推测丽莎肯定出事了，于是为了避免受到牵连，吉姆就用录音机记录了2人的通话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吉姆住进了劳伦斯的住所，共同商量孩子抚养权的事情。而在这段时间，为了证明自己与丽莎的失踪无关，吉姆又偷偷使用录音机记录了大量谈话。其中比较重要的是，劳伦斯曾提到家中死过一条狗，可能会有一些难闻的气味。尽管吉姆最终没有获得孩子的监护权，后来又因为经济问题开始了流浪生活，但在过去的7年里，无论他身在何处，都会随身携带着当年记录的大量录音磁带。这样做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吉姆知道警方会对他产生怀疑，但又不想主动与警方联系，所以就一直带着这些磁带以备不时之需。不得不说，吉姆不愧是当过老板的人，思维的确独到。这些磁带不仅帮他摆脱了嫌疑，还让警方找到了关键证据，也就是当年劳伦斯打给吉姆的电话。Lisa's been missing, not missing, but she's been gone since Friday afternoon. She hasn't called me. She hasn't came home to pick up her army gear or anything like that. 劳伦斯在电话中提到，丽莎自从周五下午就已经不见了，而他所说的周五指的是1995年1月27日，也就是报告失踪的前一天。但在当年的报案笔录中，劳伦斯的说法是1月27日是他送丽莎去巴士车站的时间，所以这种前后不一的说法证明了劳伦斯与本案有关，而报案笔录和录音磁带也就成为了警方的关键证据。然而即便如此，警方的调查仍未结束，因为他们还需要了解劳伦斯的犯罪动机以及找到丽莎的尸体。为此，他们走访了大量可能的知情者，包括当年住在劳伦斯和丽莎家的房客安娜。事发那年，安娜只有14岁，还是个懵懂的少女，但如今已经成年，无论是心智还是勇气都已经十分成熟。所以在得到警方的相关保证后，安娜很快承认当年没有如实交代，实际上她看到了案发现场。根据安娜所说，事发那天晚上，她在卧室休息时突然听到了2楼传来的摔打声和撞击声。之后不久，劳伦斯就拖着一个重重的行李离开了住所。由于安娜感觉有些奇怪，于是便来到了2楼查看情况。结果她就发现了一个十分血腥的场面，浴室和走廊到处都是血迹。当时安娜简直吓坏了，她一刻也不敢停留，赶紧回到了卧室假装休息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安娜一直没有向任何人透露那晚的发现。一方面，她刚刚交完下个月的房租，还要与劳伦斯同住；另一方面，安娜也担心以后遭到劳伦斯的报复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安娜最终选择了保持沉默。警方核实了安娜的说法，前往了劳伦斯和丽莎过去的住所。尽管已经时隔多年，但房子内部却从来没有发生改变。所以警方通过卢米诺检测，很快就发现了当年被清理掉的血迹。至此，警方已经掌握了充分的间接证据，而劳伦斯也不再继续抵抗。为了争取宽大处理，他承认了较轻的2级谋杀罪名，并讲述了对自己有利的犯罪经过。根据劳伦斯的说法，事发那天晚上，2人因为经济问题在卧室爆发了激烈的冲突。
当时丽莎情绪非常激动，一直在不停推搡劳伦斯，而劳伦斯为了避免冲突升级，便离开了卧室，准备到楼下冷静一下。然而也就在这时，丽莎突然从卧室冲了出来。当她准备继续推搡劳伦斯时，劳伦斯本能地躲了一下，这导致丽莎从楼梯摔落，当场失去了生命迹象。事发后，劳伦斯感到非常害怕，因为很多人都知道他与丽莎的关系比较紧张，非常担心警方会不相信这只是意外事故。于是为了避免惹上麻烦，劳伦斯最终决定处理掉尸体。首先，他将丽莎的尸体拖到浴缸进行了必要处理，接着又带着处理后的尸体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区域，最后将尸体装进塑料容器并倒入酸性溶液后，劳伦斯假装若无其事地返回了住所。当然，这只是劳伦斯的一面之词，实际上警方并不相信，至少在丽莎的死因上，他们不认为是意外事故。根据警方掌握的线索，丽莎在事发2天前曾向保姆透露过准备离婚的想法，原因是劳伦斯赚钱能力不佳，同时性格又非常强势，他不希望丽莎变得太过优秀，担心会失去对丽莎的控制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劳伦斯刚好又听到了两人的谈话，因此警方认为劳伦斯可能为了避免离婚，从而杀死了丽莎。然而即便如此，警方还是与劳伦斯达成了认罪协议，因为当时他们掌握的只是间接证据，并且也没有找到丽莎的尸体。尽管现有证据仍然可以起诉劳伦斯，但最后的结果对谁有利并不是确定的事情。所以综合考虑下，警方选择了比较稳妥的处理方式，也就是与劳伦斯达成认罪协议。至于丽莎尸体的下落，劳伦斯声称已经记不清楚，当时并未透露。2009年5月，案发14年后，本案开庭审理。根据之前达成的认罪协议，劳伦斯仅被判处2级谋杀罪，获刑25年监禁。2010年服刑1年后，劳伦斯最终透露了丽莎尸体的下落。不过由于时间太久，加上酸性溶液的影响，丽莎的尸体已经不复存在，只剩了一副人工合成的陶瓷牙齿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下期见。